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在我們身邊，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好像天生就被好運眷顧，機會主動找上門，貴人不請自來，連走在路上撿到的都是別人遺落的福氣。而另外一些人呢，明明更努力、更拼命，卻處處碰壁，事事不順，仿佛頭頂上始終籠罩着一層揮之不去的烏雲。我們常常把這歸結為命，歸結為運氣，歸結為那虛無縹緲的天意。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這兩種人之間真正的差別，也許根本不在外面，而在一個我們看不見卻時時刻刻都在運轉的東西上。那個東西，這個時代給它取了一個很時髦的名字，叫做頻率。最近這些年，振動頻率這個詞越來越流行。有人說，我們的每一個念頭，每一種情緒，其實都是一種能量，都帶着各自的頻率。當你發出某種頻率，整個世界就會用同樣的頻率回應你。頻率高的人吸引來的是順遂，是豐盛，是貴人；頻率低的人招趕來的是阻礙，是匱乏，是麻煩。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說到底就是一場無聲的共振。有人甚至做过這樣一種觀察，把人的各種情緒按照能量的高低排成一個階梯，在最底層的是羞愧，是內疚，那是一種沉重的讓人喘不過氣的低頻。再往上是冷漠，是悲傷，是恐懼，是慾望，是憤怒。這些情緒雖然各不相同，卻都還在把我們往下拉，一直要到勇氣升起，一個人才算真正跨過了那道分水嶺，從負面的消耗走向正面的滋養。而再往上是淡定，是主動，是寬容，是愛，是喜悅，是平和。越往高處，那份能量就越輕盈，越明亮，越自在。你有沒有發現，當你心情低落的時候，你連看什麼都不順眼，做什麼都提不起勁，倒霉的事還偏偏一件接着一件找上門。而當你心中充滿感恩與喜悅的時候，整個世界好像都對你溫柔了起来，連陌生人都願意對你多一個微笑。這就是頻率在我們生命裡最真實也最日常的運作。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玄，甚至有點像勵志雞湯？但今天我想告訴你的是，這個聽起來很新潮的說法其實一點都不新。早在2500多年前，在古印度的一棵菩提樹下，有一位觉者就已經把這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他看到的比我們今天理解的要深邃太多太多。這個人就是釋迦牟尼佛，而他留下來的那套關於心念與命運的智慧，並不是教你去吸引什麼，而是要帶你看見一個更驚人的真相。你所經歷的整個世界，從頭到尾都是你自己這顆心一筆一筆畫出來的。今天我們就一起走進佛家最頂級的幾部經典，《華嚴經》、唯識學、楞嚴經、金剛經，還有六祖慧能的禪法，去揭開那個關於頻率、關於福報、關於命運的終極秘密。當你真正聽懂了，你會發現，原來改變命運這件事從來都掌握在你自己手裡。我們先從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說起，你眼前的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來的？你看到的這盞燈，這面牆，這個正在說話的畫面，還有你心裡此刻浮現的種種感受，這一切究竟從何而生？2000多年前，佛陀在《華嚴經》裡借覺林菩薩之口說出了一首流傳千古的偈頌：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這4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的這顆心就好像一位技藝高超的畫師，他能夠畫出世間的一切，山川河流，花草樹木，飛禽走獸，人情冷暖，沒有任何一樣東西不是由这顆心描繪出來的。你可能會說，這怎麼可能？牆就在那裡，桌子就在那裡，難道是我畫出來的嗎？我們換一個角度想，當你睡得很沉，做着一場好夢的時候，那面牆对你來說存在嗎？當你全神貫注，沉浸在一件事情裡，
別人在你旁邊說話，你聽而不聞，那個聲音對你來說又存在嗎？佛家說得很透徹，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沒有心的動念，這個世界對你而言就根本不會升起。你的世界從來不是客觀地擺在那裡，而是經由你這顆心加工、染色再呈現出來的。同樣一場大雨，農夫看見的是豐收的希望，趕路的人看見的是滿身的狼狽，詩人看見的卻是一簾幽夢。雨還是那場雨，可是每個人心裡的那個世界截然不同。關於這個道理，宋朝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得格外生動。大文豪蘇東坡和佛印禪師是很好的朋友，兩個人常常在一起參禪論道。有一天，蘇東坡打坐之後，覺得自己境界很高，就問佛印：“你看我坐在這裡像什麼？”佛印笑着說：“我看你像一尊莊嚴的佛。”蘇東坡聽了很得意。佛印反過來問他：“那你看我像什麼？”蘇東坡心裡想捉弄一下這位胖胖的禪師，就故意說：“我看你呀，像一坨牛糞。”佛印聽了，只是微微一笑，沒有反駁。蘇東坡以為自己占了上風，回家得意洋洋地告訴妹妹蘇小妹。沒想到蘇小妹聽完，搖搖頭說：“哥哥，你這回輸得徹底了。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是佛；而你的心中裝着牛糞，所以看人才是牛糞。你看見的從來都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的內心。”這個故事看似戲謔，卻道盡了一切唯心造的真諦。你的心是什麼頻率，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什麼頻率。一個內心充滿善意的人，走到哪裡都覺得人間溫暖；一個內心充滿戒備與惡意的人，看誰都像是要害他。境由心生，相由心轉。你的這顆心就是你整個世界的濾鏡。你想看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與其去改變外面，不如先回過頭來擦亮自己這面心鏡。華嚴經接着說了更震撼的一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這5個字是整個佛法的核心密碼。它告訴我們，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宇宙萬象的所有面貌，歸根究底都是我們的心識所變現、所成就的。所以佛家有一個說法，天堂和地獄到底在哪裡？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你看那些大富大貴的人，家裡養的貓狗過得比一般人還要舒適，那不就是人間的天堂嗎？你再看市場裡那些被宰殺、被倒吊的鸡鴨牛羊，那不就像地獄裡的刀山火海嗎？天堂地獄從來不在他方，就在當下這一念。佛家把生命的種種境界分為10個層次，叫做10法界。從最高的佛菩薩到最痛苦的地獄、惡鬼、畜生，全都在我們這一顆心裡。一念清淨慈悲升起，佛菩薩的境界就在你心中。一念善心想要幫助別人，天人善道的頻率就在你心中。可一念貪婪、嗔恨、愚癡升起，地獄惡鬼的低頻當下就現前了。你發現了嗎？我們一天之中，在這10個法界裡，不知道來來回回穿梭了多少次。早上被人插隊，怒火中燒，那一刻你就掉進了修羅道。中午看見流浪的小动物，心生不忍，為了它一口飯，那一刻你就升到了天道。所謂的頻率，說穿了就是你这顆心此時此刻正安住在哪一個法界。你的心在什麼頻道，你就活在什麼世界。那麼回到那句心如工畫師，既然我們的心就是這幅人生畫卷的作者，那麼接下来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你究竟想把自己的人生畫成什麼樣子？如果你的心裡整天裝着的是怨恨，是計較，是嫉妒，是恐懼，那麼你就會把自己畫成一個面目猙獰、不通情理的人，畫出一段灰暗坎坷的人生。可如果你時時心存善念，懷着感恩與慈悲，那麼你的筆下自然會流淌出一片明媚的風景，你也會把自己畫成一個受人敬重的善人。這支畫筆從你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握在你自己的手裡，從來沒有交給過任何人。這就是改變頻率最底層的真相。那麼新的問題來了，既然心能畫出一切，為什麼我們畫來畫去總是畫出同樣的劇情？為什麼有些人就是反复的遇到爛桃花，反复的在同一種坎上跌倒，反复的陷入同樣的焦慮和恐懼？我們明明想畫出丰盛的人生，畫筆卻不聽使喚，總是滑向匱乏與痛苦。你的頻率好像被什麼東西牢牢地鎖死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走進佛法裡最精密、最像一門心理科學的學問——唯识學。唯识学告訴我們，我們的心其實不是一塊鐵板，而是由8種识层层組合而成的。最外層的是前5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負責接收這個世界的色、聲、香、味、觸。再往那一層是第6識，意識，它負責分別、判斷、思考，是我們平常最熟悉的那個會盤算的腦子。但再往深處走，事情就開始變得不可思議了。第7識叫做莫那識，它的核心功能只有一個，執着一個我。它日夜不停地向內把我們深層的某種東西誤認成一個真實、恆常、獨一無二的自我。於是我見、我愛、我慢、我痴，種種煩惱就從這裡源源不絕地冒出來。我們之所以那麼容易受傷，那麼容易嫉妒，那麼容易計較得失，根子全在這個莫那識上。它像一副有色眼鏡，牢牢地架在我們的心上，把本來清淨的世界染成了一片以我為中心的顏色。只要這副眼鏡還在，我們的頻率就很難真正的清亮起来。而在最深最深的地方，藏着整套生命系統的總倉庫。第8識阿賴耶識也叫藏識，這是唯识學最了不起的發現。阿賴耶識像一個無邊無際、永不遺漏的超級資料庫。我們這一生乃至生生世世所做過的每一件事，說過的每一句話，動過的每一個念頭，都會化成一顆顆種子，被完整的儲存在這個倉庫裡。佛家有一句話，把這個機制說得驚心動魄：舉止動念無不是業。你以為一個閃過的惡念沒做出來就沒事了嗎？不，它已經是一顆種子，悄悄地落進了你的藏識。你以為一句隨口的善言微不足道嗎？不，它也是一顆種子，靜靜地在你的生命田地裡發芽。這個倉庫太深，太久遠了，深到連時間的起點都找不到。所以佛家說它無始以來就和我們如影隨形。我們今生的種種性格、種種好惡、種種莫名其妙的情緒，很多其實都不是這一世才有的，而是過去無量劫所累積下來的種子，在今天悄悄地現形。更關鍵的是，接下來這個循環，這些種子並不是死的，它們躲在暗處，一旦遇到合適的因緣，就會立刻爆發出來，變成現實的行為和感受。這叫做種子起現行。而就在這個現行的當下，它又會反過來把藏識裡那顆同類的種子澆灌得更加壯大，這叫做現行熏種子。你看明白了嗎？這是一個会自我強化、不斷滾動的回圈。一個愛發脾氣的人，每發一次脾氣，嗔恨的種子就被養得更肥一分，下一次他就更容易發更大的脾氣。一個習慣自我否定的人，每否定自己一次，自卑的種子就更茁壯，於是他越陷越深，越來越难爬出來。這才是壞習慣那麼難改的真正原因，這也才是你的頻率為什麼被鎖死的根本機制。你不是被命運鎖死的，你是被自己過去無數次的選擇所累積出來的種子給鎖死的。聽到這裡，你也許會感到一陣絕望。如果一切都被種子決定了，那我們豈不是永遠都逃不出去？別急，唯识學最振奮人心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他告訴我們，阿賴耶識不需要被消滅，也不可能被消滅，它需要的是被轉化。佛家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詞，叫做轉識成智，意思是透過修行，你可以親手在這片心田裡
種下全新的善的種子。當善的種子越種越多，越養越強，那些舊有的惡的種子就會因為得不到灌溉，慢慢的失去力量，乾枯凋零。你不需要去和黑暗搏鬥，你只需要不斷地引入光明。一間黑了1000年的屋子，你不需要花1000年去趕走黑暗，你只需要點亮一盞燈，1000年的黑暗剎那之間就消失了。唯识學描繪了這場轉化最終的成果。第8識阿賴耶識可以轉化成大圓淨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古人用了一個極美的比喻，就像一面徹底清淨的鏡子，萬事萬物都來到他面前，他如實地映照一切，卻不留下任何一絲痕跡。用一句更白的話來說，就是什麼都收，但什麼都不沾。所有的境界依然從你眼前流過，可是再也没有任何一顆種子會卡在裡面，形成新的業力循環。這聽起來很遙遠，對嗎？可是修行人會告訴你，每一次當情緒升起，你選擇了觀察，而不是跟着它跑。每一次當習氣被觸動，你選擇了停下來，而不是自動反應，你就已經在這場轉的過程之中了。改變頻率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在每一個念頭的當口，一次又一次重新的選擇。說到這裡，我們就必須認真地面對那個被現代人講爛了的詞業力。很多人一聽到業力，腦子裡浮現的就是一種來自外面的神秘的懲罰，好像天上有一本賬冊，記着你的善惡，等着秋後算賬。但佛家所說的業力，遠比這要精妙，也要公平得多。業力的本質，其實就是你自己這條心念之流所累積出來的慣性和力量。佛陀曾經把我們的心比喻成一道從高山上奔流而下的暴流，它有2個特性。第一是念念相續，一個念頭緊接着一個念頭，中間從不間斷。第二是前面的念頭引發後面的念頭，環環相扣，井然有序。正是這道永不停歇的心念暴流構成了我們的業力，而業力的運作方式恰恰就是那場共振。當你的心長期安住在感恩、慈悲、喜悅的頻率上，你整個生命所發出的就是一種高頻的能量，這種能量自然會與同樣高頻的人事境界產生共鳴，把他們吸引到你的生命裡來。反過來，當你的心長期浸泡在抱怨、嫉妒、恐懼的低頻裡，你招趕來的自然也是一連串不順與糾纏。這就是佛家講的如是因，如是果。沒有人在懲罰你，也沒有人在獎賞你，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頻率，在如實的、忠誠的回應着你。所謂自作自受，這4個字聽起來像是責備，其實藏着最大的慈悲。因為它反過來說，就是命運的方向盤始終牢牢地握在你自己手中。既然苦是自己造的，那麼樂當然也可以由自己來創造。說到因果，一定有人會在心裡犯嘀咕，既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為什麼我看到有些好人一輩子行善，命運卻多舛坎坷，而有些壞人作惡多端，反倒過得風生水起？這豈不是說明因果根本就不靈嗎？這正是很多人對因果最大的誤解。佛家講因果，講的是3世，也就是過去、現在、未來。我們這一生所遭遇的種種，很多其實是過去所種下的因，在今天結出的果。而我們今生所做的一切，有的果報這一世就現前，有的卻要等到未來才會成熟。所以一個好人這一生受苦，往往是在償還他過去的業債，而他此刻所行的善，正在為他的未來鋪設一條光明的大道。一個壞人這一生享福，是在消耗他過去所積的老本，而他此刻所造的惡，也正在為他的將來埋下深深的禍根。古人有一句話說得透徹，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因果從來不會錯亂，也從來不會落空，它只是有它自己的時節因緣。明白了這一層，
我們就不會再因為一時的不公而灰心喪志，而是更加堅定地守住自己當下的這一念善。因為你今天種下的每一顆好的種子，未來都一定会在某一個你想不到的時刻開花結果。這裡有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在佛家所說的六道裡，有一道叫做餓鬼道。餓鬼是什麼樣子呢？經典裡描述，他們的肚子大得像鼓，喉嚨卻細得像針，永遠處在極度的飢渴之中，看到再多的食物也吞不下，填不滿。你有沒有覺得，這其實就是很多現代人內心的寫照？明明已經擁有很多了，卻還是覺得不夠，還是焦慮，還是匱乏，永遠在抓取，永遠不滿足。這種匱乏的心，就是一種餓鬼的頻率。而最弔詭的是，你越是處在這種匱乏感裡，你就越是留不住福，因為你的心根本沒有承接福報的空間，它太緊，太焦渴了。真正的富足，從來不是擁有多少，而是內心的那份知足與安定。一個懂得知足的人，哪怕粗茶淡飯，內心也是豐盛的高頻。一個不懂知足的人，哪怕坐擁金山，內心也是餓鬼的低頻。福報永遠只會流向那顆寬鬆、安定、懂得感恩的心。所以你會發現，越是急着想要抓住福報的人，福報越是從他指縫間溜走；而越是心地安然、不慌不忙的人，福氣反而源源不斷地找上門來。這不是玄學，這是頻率最真實的法則。既然如此，那我們直接把頻率調高不就行了嗎？每天告訴自己要正能量，要感恩，要喜悅，是不是就能改命了？如果你真的試過，你就會發現事情根本沒那麼簡單。你越是逼自己開心，內心深處越是煩躁；你越是想感恩，那些不平與委屈反而越是翻湧上來。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明明知道高頻好，卻怎麼也安住不上去？佛法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直指人心的答案，這個答案藏在《楞嚴經》裡。《楞嚴經》一開篇講了一個故事，佛陀的堂弟阿難是出了名的多聞第一，學問極好，記性極強，把佛說的法幾乎都能背下來。可就是這樣一位高材生，有一天托缽乞食的路上，竟然被一個女子用幻術迷惑，眼看就要破戒，幸虧佛陀及時派文殊菩薩持咒把他救了回来。阿難回來之後痛哭流涕，他想不通自己學了那麼多道理，定力為什麼還是這麼不堪一擊。於是他懇求佛陀教他真正的修行之道。接下來的对話成了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叫做七處爭心。佛陀沒有直接傳他什麼法門，而是問了他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你的這顆心到底在哪裡？阿難脫口而出：心在身體裡面。佛陀說，如果心在身體裡，你應該先看見身體內部的五臟六腑，才看得見外面的東西。可你為什麼總是先看見外面呢？阿難一想不對，改口說，那心在身體外面。佛陀又問，若心在身外，那身和心就互不相干了。可你身體被掐一下，心為什麼立刻就知道痛？阿難又說，那心也許是藏在眼睛這個根裡面。佛陀再問，那你睜開眼，怎麼也能看見自己的眼睛之外的東西？就這樣，阿難一連換了7個答案。心在內，心在外，心藏在眼根裡，心在中間，心在隨時相合之處，心什麼都不執着。每一個都被佛陀輕輕一問，就破得乾乾淨淨。這場對話的用意深得可怕。佛陀要告訴阿難的是，你以為的那顆會思考、會盤算、會追逐的心，根本不是你真正的心。佛家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攀緣心，也叫狂心。它就像一隻發了狂的野馬，永遠靜不下來，永遠在向外攀附，向外追逐，追逐財富，追逐名聲，追逐感情，追逐享受，追逐一個又一個的境界，從來不肯停歇。而我們最大的悲哀，就是把這隻狂奔的野馬誤認成了自己。佛陀說了一句很重的話，這叫認賊為子。我們把一個小偷當成了親兒子，供養他，聽從他。於是他領着我們在生死的六道裡
輪轉不休。你發現問題出在哪兒了嗎？我們之所以調不高頻率，是因為我們一直都在用這顆向外攀援的狂心去追求一個高頻的狀態，可越追，心就越亂，越求就離得越遠。這就好像你想讓一池水變清澈，卻拼命地用手去攪它，水怎麼可能清得下來？真正的辦法是把手拿開，讓它靜靜地沉澱，水自然就清了。楞嚴經給出的解藥只有8個字，卻重於千鈞，狂心頓歇，歇即菩提。意思是你不需要再向外追求任何東西，你只要讓這顆狂奔的心停下來，歇下來。當它一停下來的那一刻，菩提也就是覺悟的智慧當下就现前了。原来那個最高的頻率，那份最圓滿的安寧，不在遠方的任何地方，它一直就在你的內在，只是被你那顆停不下來的狂心給遮蔽了。真心不动，不動之處即是道場。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修行往往是做減法，而不是加法。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總習慣用加法去解決問題，不快樂就去買更多的東西，不安全就去賺更多的錢，空虛就去填塞更多的娛樂與刺激。可是你越加，內心反而越亂，越沉重，那顆狂心被餵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馴服。佛法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條路，它不是要你往心裡裝東西，而是要你一層一層把那些攀緣，把那些妄想，把那些執着給放下，給卸除。當你把多餘的都放下了，剩下的那個本來面目自然就會顯露出來。減到最後，減無可減，那一刻你就回到了生命最初也最高的頻率。那麼當狂心真的歇下來之後，我們會見到什麼？我們會見到佛法裡那個最美也最究竟的東西，自性。關於自性，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的開悟故事是說的最透徹的。慧能本是一個不識字的樵夫，靠砍柴養活老母。有一天他在集市上賣柴，偶然聽到有人誦讀《金剛經》，當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一句時，他的心忽然就被觸動了。後來他千里迢迢到黃梅去拜五祖弘忍為師。一天深夜，五祖把他叫進房裡，用袈裟遮住窗戶，不讓外人看見，悄悄為他講解《金剛經》。當再一次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時候，慧能言下大悟。那一刻他徹底明白了，一切萬法原來都不離自性。他激動地說出了5句話，這5句話後來成了整個禪宗最璀璨的明珠。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何期是一種發自肺腑的讚嘆，意思是哪裡會想到啊？哪裡會想到我們的自性本來就是這樣清淨無染？哪裡會想到它從來不曾生，也不曾滅？哪裡會想到它本來就圓滿具足了一切？哪裡會想到它根本不曾動搖過？哪裡會想到宇宙間的萬事萬法竟然都是從它之中生出來的？你聽懂這5句話的分量了嗎？它在告訴我們一個顛覆性的事實，那個最高的頻率，那份無限的福報，你根本不需要去外面吸引，因為它本自具足，它從來就在你裡面。我們忙忙碌碌一輩子，向外去求財富、求地位、求愛、求認可，卻不知道那個最圓滿、最富足的寶藏，其實一直深埋在自己的心底，從未離開。六祖後來反覆地強調一句話：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覺悟的智慧，圓滿的福德，每一個人本來就有，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們之所以感受不到，不是因為我們缺了什麼，而僅僅是因為這顆心迷了，被妄念的烏雲遮住了，所以照不見自己本來的光明。所以六祖講修行，講的是4個字：自性自度。沒有人能替你覺悟，也沒有人能賜給你福報，
唯一能度你的是你自己本具的這片清淨自性。你只需要撥開那層層的妄念，讓它重新顯露出來。這就好比烏雲蔽日，太陽從來沒有消失，它一直高懸在天上，散發着萬丈光芒。你要做的不是去別處找一個太陽，而是只需要靜靜地等待，等那片烏雲散去。當你的心真正安住在這份清淨的自性之中，那才是宇宙間最高的頻率。在這個頻率上，你不再費力地去吸引福報，福報如同陽光普照，自然從你的生命裡源源不絕地流淌出來。說到福報，我們就要回到那部讓六祖開悟的經典《金剛經》。很多人對福報有一個很深的誤解，以為福報就像銀行裡的存款，是一個可以計算、可以累積的數字。做一件好事就加一筆，遭一次災就扣一筆。佛家的確也講這一層，《金剛經》裡說得很清楚，多做多得，少做少得。你在人間做了多少善事，就會在生命的倉庫裡累積多少功德福報。你若不肯耕耘，再肥沃的心田也長不出五穀。所以在現實層面，修橋鋪路、布施助人、扶危濟困，這些實實在在的善行，就是在為自己的福報倉庫添磚加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是天地間最公道的法則。但是《金剛經》真正想帶我們看見的是一個更高的層次。經裡區分了兩種福，一種叫有相的福報，一種叫無相的福德性。有相的福報是有限的，是有來有去的，想一分就少一分，而那無相的福德性卻是无量無邊、不可計數的。它屬於你的心性本身，怎麼用也用不完。問題是，怎樣才能契入這份無量的福德性呢？答案又回到了那句點亮六祖的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藏着一個極深的智慧。生其心是要你積極的行善，慈悲地利，他認真的生活。這顆心是要升起的，不能是死寂的。可是應無所住，是說在你行善的同時，心裡不要執着於這份善，不要老想着我做了多少好事，我該得到多少回報。一旦你執着於回報，你就被那個有限的、有相的福報給綁住了，你的格局就小了。而當你做了好事，做完就放下，不住於相，不求回報，那一刻你反而與那無量無邊的福德性相應了。這就是佛法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最大的福報恰恰來自於不求福報的那顆無住之心。一個人的心量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有多大，他能承載的福報也就有多大。你的心若只裝得下自己，你的福就只有自己那麼大。你的心若能裝得下家人，裝得下众生，裝得下整個天下，那麼你的福也就有整個天下那麼遼闊。你越是放下狹隘的執着，福報的空間反而越是無邊。在這裡，佛法還告訴我們一個布施的最高境界，叫做三輪體空。什麼是三輪？就是布施的時候有三個角色，一個是布施的我，一個是接受的對方，還有中間那一份施捨出去的財物。一般人布施，心裡總是清清楚楚地記着，是我幫助了他，給了他多少東西。可這樣的布施雖然也有福報，卻是有限的、有相的。而真正的菩薩布施是三輪體空，做完之後心裡不存我幫了誰，不執着對方欠了我什麼，也不掛念自己捨出了多少。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當下皆空，了無痕跡。這樣的布施所契入的才是那無量無邊的福德。我們也常聽到一句話，叫做福慧雙修。一個人光修福不修慧，就像一頭大象，力氣很大，福報很厚，可是脖子上掛着沉甸甸的瓔珞，反而被自己的福報所累。而光修慧不修福，又像一個羅漢拖着空缽，智慧很高，卻處處不順，連飯都化不到。真正圓滿的修行是福與慧一起修，在行善積福的同時，用智慧去化解我執，做到無住，做到三輪體空。
這樣的福才是真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漏福報。你會發現，越是有智慧的人，越懂得在付出的當下就放下。也正因如此，他的福報才越來越深厚，命運才越走越開闊。道理講到這裡已經很深了，可是你一定還想問，這些聽起來都很美，但落到我的生活裡，我到底該怎麼做？光是明白道理，命運真的就能改變嗎？關於這個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人用他自己整整一生的親身經歷，給出了最有力的證明。這個人就是明朝的袁了凡，他把這段改變命運的傳奇寫成了一本流傳400多年的奇書，叫做《了凡四訓》。袁了凡年輕的時候遇到一位精通命理的孔先生，把他這一生的命運算得分毫不差，哪一年考第幾名，哪一年做什麼官，能活到多少歲，命中無子，就連他每年俸禄能領多少米都算得清清楚楚。一连20年，每一件事都应驗了。於是袁了凡徹底信了命，他覺得人生既然全被注定，那還努力做什麼呢？他變得心如死灰，萬念俱寂。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雲谷禪師，两個人在禪房裡相對而坐，整整3天3夜，袁了凡一個妄念都沒有起。禪師很驚訝，問他，一般人之所以成不了聖賢，就是被妄念纏附，你做了3天竟然不起一念，這是什麼功夫？袁了凡老實回答，我的命已經被孔先生算定了，荣辱生死都有定数，就算想妄想也沒什麼好妄想的了。云谷禪師聽完哈哈大笑，說了一句點醒他一生的話，我本來把你當成一個豪傑，原來你只是個凡夫。袁了凡愣住了。禪師接着說，命運這個東西確實有定數，但那只能拘束凡夫俗子，極善的人數居他不定，極惡的人數也居他不定。你20年來被算得死死的，連1分1毫都不曾轉動，這不正說明你是個徹頭徹尾的凡夫嗎？袁了凡如夢初醒，連忙問，那這個命數難道是可以改變的嗎？禪師說出了那句振聾發聩的話，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命運是自己造的，福報是自己求的。你造惡，自然就折福；你修善，自然就得福。一個人只要肯擴充本有的善性，盡力行善積德，這是你自己造的福，別人想搶也搶不走，哪有享受不到的道理？這番話和我們前面講的一切是不是完全相通的？你的心種下什麼種子，你的命運就會開出什麼樣的花。那麼具體要怎麼改？了凡四訓給出了一整套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過，而改過要先發起3種心。第一種是羞愧心。想想古聖先賢和我們一樣是頂天立地的人，他們能流芳千古，我卻一事無成，甚至德行有虧，難道不該感到慚愧嗎？這份羞愧能讓我們停止作惡。第二種是敬畏心。要知道，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們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個行為，天地之間都看得一清二楚，哪怕是再隱秘的過失，也終究瞞不過因果。心存這份敬畏，行為自然就會收斂。第3種是勇猛心，發現了過錯，就要當機立斷地改，就像快刀斬亂麻，又像毒蛇咬了手指，要立刻把它斬斷，絕不能猶豫拖延。而改過本身又分成3個由淺入深的層次，最淺的是從事上改，看到自己這件事做錯了，就把這件事戒掉，但這是治標不治本，按下葫蘆浮起瓢。深一層的是從理上改，明白了這件事為什麼是錯的，背後的道理通透了，自然就不会再犯。而最高明的是從心上改，一個人若能在起心动念的源頭上下功夫，當惡念剛剛萌芽的那一瞬間就有覺察，就讓它消融，那麼一切過錯根本就沒有升起的機會。你看，這不正是我們前面講的在念頭的當口重新選擇嗎？這不正是唯识學裡種善種子轉識成智的功夫嗎？所有頂級的智慧到了最後都指向同一個地方，那就是這顆心。改過之後，第2步
是積善。《了凡四訓》列出了積善的10件事：與人為善，愛敬存心；成人之美，勸人為善，救人危急；興建大利，捨財作福，護持正法，敬重尊長，愛惜物命。但比做什麼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樣的心去做。書裡反復強調，善有真假之分，真正發自內心，純粹為了利益他人的是真善，而表面做給人看，骨子裡是為了博取名聲或图謀好處的是假善。判斷的關鍵全在你的那一念發心。書裡還講了陰德和陽善的區別。做了好事，被大家知道，受到稱讚，這份福報當下就被你享掉了，叫做陽善。而默默行善，不為人知，天地卻記得清清楚楚，這份福報能夠不斷累積，越積越厚，叫做陰德。所以真正會修福的人，往往把善事藏起來做。了凡四訓裡還記載了一件特別發人深省的事。袁了凡後來做了縣官，他發現本縣的田赋征收太重，百姓負擔不起，於是他大筆一揮，把全縣的稅糧減輕了許多。後來他做了一個夢，夢裡有人告訴他，光是這一件減稅的善事，就足以抵得上他先前發願的整整1萬件善事了。為什麼？因為這一件事惠及的是全縣千千萬萬的百姓，一念之間利益了無數的人。你看，善的大小從來不是看你花了多少錢，做了多大的排場，而是看你那一念心到底容得下多少人，利益了多少众生。一念纯善，利益萬民，這一念的力量就抵得過千萬件只為自己的小善。這又回到了《金剛經》講的，心量有多大，福報就有多大。袁了凡聽從了禪師的教誨，從此每天都用一個本子記錄自己的功與過，做了善事記功，犯了過錯記過，時時刻刻反省自己。這個本子叫做功過格。他先發願行3000件善事，求取功名，後來又為了求子，再發願行3000件善事，日積月累，奇蹟真的發生了。孔先生當年的推算開始一條一條的失準。他原本命中無子，後來竟然有了兒子。他原本被算定只能活到53歲，結果到了那一年安然無恙，一直活到69歲，多活了整整16年，連科舉的名次都一路超越了當初的定数。袁了凡用他的一生證明了，命運從來不是一道牢不可破的鐵牆，而是一片可以親手耕耘的田地。佛經裡那句話說得太好了，心就是福田，一切的福都要在這顆心上去求、去種、去耕耘。道理我們講了這麼多，現在讓我們把它變成你今天晚上就能用上的功夫。改变頻率不是一句空話，它有非常具體的下手處。第一個功夫叫做覺察。從今天起，試着去當你自己念頭的旁觀者。當一個念頭升起的時候，無論是憤怒、是焦慮還是嫉妒，先別急着跟着它跑，而是退後一步，看着它。你只要能看見它，那一刻你就已經不完全是它了。佛家說，不怕念起，只怕觉遲。念頭起來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它牽着走了一整天還不自知。光是這份覺察就足以斬斷那個現行熏種子的循環。第二個功夫叫做轉念。當你覺察到一個負面的念頭之後，不要去壓抑它，而是溫柔地把它轉一個方向。同樣是塞車，你可以抱怨倒霉，也可以慶幸自己多了一段獨處的時光。同樣是被人誤解，你可以憤憤不平，也可以把它當成一次修煉心性的考題。境界從來不會改變，能改变的永遠是你看待它的那顆心。一念轉，頻率就轉；一念轉，整個世界就跟着轉。第三個功夫叫做感恩。每天睡前試着在心裡數一數今天值得感謝的3件事，哪怕只是一頓熱飯、一句問候、一個晴朗的天氣。感恩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高頻能量之一，它能在最短的時間裡把你的心從匮乏的低頻拉回到豐盛的高頻。
在感恩之外，這裡還要再分享一個特別容易被忽略卻威力驚人的功夫，叫做隨喜。什麼是隨喜？就是當你看到別人得到好處、獲得成功、享有福報的時候，你不但不嫉妒，反而打從心底為他感到高興。你可別小看這一念，嫉妒是這個世界上最低、最折磨人的頻率之一。它會像一把火，還沒燒到別人，先燒掉了你自己的福報。而隨喜恰恰相反。佛家說，當你真心隨喜別人的善行與福報時，你不費一分錢，不出一點力，卻能得到和對方幾乎同等的功德。為什麼？因為那一念隨喜的歡喜心本身就是極高的頻率。從今天起，當你看到別人比你過得好，試着把那股酸溜溜的勁轉成一句真心的祝福，你會驚訝地發現，當你能夠真心地為別人的好而開心，你自己的心量也隨之打開，你自己的福也就跟着悄悄地厚實了起來。一個見不得別人好的人，福報的門是關着的；一個處處替別人歡喜的人，福報的門永遠是敞開的。第4個功夫，也是最重要的功夫，叫做行善，而且最好是默默的、不為人知地去行那份陰德。扶一把跌倒的人，給疲憊的人讓一個座，對服務你的人說一聲真誠的謝謝，在別人背後說一句善意的話，這些事看起來微不足道，可是每做一件，你就在自己的阿賴耶識裡種下一顆飽滿的善種子。日積月累，當你心田裡的善種子多到漫山遍野的時候，你整個生命的底色就徹底的改變了。你的頻率會在不知不覺中越來越高，越來越亮。而那份你曾經苦苦向外追求的福報，會在某一天悄悄的、自然的來到你的身邊。說到這裡，也許你會問，覺察、轉念、感恩、行善，這些功夫的道理我都懂了，可是我的心太亂、太散，常常一件小事就把我整個人帶走。我到底該從哪裡開始，才能讓這顆心真正的靜下來、穩下來呢？這裡就要再分享2個最古老也最有效的入門法門，一個叫念佛，一個叫靜坐。先說念佛，我們的心為什麼總是高不起来？因為它一刻不停地在攀緣，在妄想，一會兒想着過去的懊悔，一會兒又擔憂着還沒發生的未來，就像一隻被拴在妄念上的猴子，上蹿下跳，片刻不得安寧。而念佛就是給這顆亂猴子找一根可以安住的柱子。當你一句接着一句至誠懇切地念着佛號，你那顆原本散亂的心就被這一句句清淨的佛號一點一點地收攝了回來。妄念少了，心就清淨了，頻率自然也就跟着高了。再說靜坐，每天哪怕只給自己10分鐘，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把脊背挺直，輕輕地閉上眼睛，什麼都不做，只是靜靜地看着自己的呼吸一進一出。你不需要去控制它，也不需要去評判它，只是純粹的覺察它。剛開始你一定会發現自己的念頭多得驚人，一個接着一個，根本停不下來。沒關係，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你要做的不是去消滅念頭，而是每當你發現自己又跟着念頭跑遠了，就溫柔地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呼吸上来。就這麼簡單的一拉一回，你就是在為自己的心做最好的鍛鍊。日子久了，你會驚訝地發現，那個原本一觸即發的你，那個動不動就被情緒淹沒的你，竟然漸漸地有了一段可以喘息、可以選擇的空間。而那段空間，正是你掌控自己頻率、改寫自己命運最寶貴的籌碼。而在所有的功夫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頻率，那就是慈悲。佛家有所謂的4無量心，慈、悲、喜、捨。慈是真心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快樂，悲是真心希望一切眾生都能離開痛苦，喜是看到眾生離苦得樂，發自內心的歡喜，捨是放下一切分別與執着，以平等心對待所有的人。當一個人的心能夠從只關心自己這一個小小的我，
慢慢擴大到關心身邊的家人朋友，再擴大到關心天下所有的生命，它的頻率也就在這份不斷擴大的愛裡，一步一步地被推向了頂峰。為什麼說慈悲是最高的頻率？因為慈悲是徹底放下了我執之後的愛，是心量最遼闊、最無私的狀態。前面我們講過，正是那個莫那時，那個處處以我為中心的執着，把我們的頻率牢牢地壓在了低處，而慈悲恰恰是化解我執最直接、最徹底的一帖良藥。一個心懷慈悲的人，走到哪裡，福報就跟到哪裡，因為他的這顆心本身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的福田。當你真正開始為眾生着想，你會發現整個世界都會回過頭來溫柔地擁抱你。走到這裡，我們這趟旅程差不多要回到起點了。讓我們再回頭看看開頭那個問題，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比別人有福氣？現在你應該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那從來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運氣，而是一個人長年累月在心田裡所種下的種子，所安住的頻率，所積累的陰德，自然而然開出的花，結出的果。所謂改變你的頻率，就能吸引無限福報。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它的真正含義遠比表面要深邃得多。改變頻率不是站在原地閉着眼睛幻想，等着好運從天上掉下來。它是華嚴經裡的覺悟，明白一切唯心造，從此不再向外抱怨，而是回到心源去作化。它是唯识學裡的轉識成智，在每一個念頭升起的當口，重新選擇，用善的種子去置換惡的種子。它是楞嚴經裡的狂心頓歇，讓那顆永遠向外攀援的心停下來，歇下來，回到本自具足的安寧。它是六祖慧能的自性自度，撥開妄念的烏雲，讓本來的光明重新照耀。它是金剛經裡的因無所住而生其心，積極行善，卻又不執着於回報，從而契入那無量無邊的福德性。它更是了凡四訓裡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把所有的道理真真切切地落實到每一天的改過與積善之中。那個無限的福報從來都不在外面等着你去吸引，它就藏在你的內心深處，就埋在你這片心田裡，等着你停止向外的狂奔，轉過身來溫柔而堅定地澆灌它，守護它。當你的心轉了，你的頻率就變了。當你的頻率變了，你所看見的世界，你所招感的境遇，你所擁有的命運，也就跟着一起變了。一念之間，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獄；一念之間，可以是凡夫，也可以是聖賢。這一念就掌握在你的手裡。也許你會問，這條路是不是很難？要修到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看見改變？其實，改變從你聽懂的這一刻就已經悄悄開始了。你不需要等到大徹大悟，不需要等到萬事俱備，更不需要拋下一切躲進深山。佛法從來都不是少數人的玄學，而是每一個平凡人都可以在柴米油鹽的日常裡一點一滴去實踐的功夫。你今天少生了一次氣，就是進步；你今天多體諒了一個人，就是修行；你今天默默做了一件不為人知的好事，就是在為自己的福田播下一顆嶄新的種子。千萬不要小看這些微不足道的轉變，正是這一念又一念的累積，最終匯成了足以改變整個命運的滔滔江河。水滴雖然微小，卻能滴穿磐石，這靠的從來不是力量，而是日復一日從不間斷的堅持。命運的轉變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從今天起，從這一刻起，試着去守護你的每一個念頭吧。試着在抱怨升起的時候換一個感恩的角度，試着在憤怒升起的時候停一停，看一看，試着默默地去做一件不為人知的好事。你不需要做得很大，也不需要做得很急，因為善雖小而為之，福雖未至，禍已遠離。命運的改變從來不在遙遠的他方，而就在這日復一日，一念又一念的轉變裡，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自己命運的畫師，在這張名為人生的白紙上，用一顆清淨慈悲的心，畫出屬於自己的那一片無限光明、无限福報的風景。